杨紫现场观看 MLB 全明星赛，活力四射的杨紫好美。近日，杨紫现场观看了 MLB 全明星赛，引起了网友的关注和热议。从现场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出，杨紫身穿白色 T 恤搭配蓝色牛仔短裤，看上去非常有活力，确实很好看。首先，我们要明确一点，明星也是普通人，他们有权利和自由去追求自己的喜好。当杨紫现场观看 MLB 全明星赛时，她和我们一样享受着比赛的乐趣。既然这件事让她高兴，那就是好事。其次，该事件也引发网友对明星隐私的关注。明星的生活无疑是人们关注的焦点，但他们的隐私是否应该被公开呢？在这个人人都可以拍照、发微博、打斗图的时代，我们要尊重明星生活中的一线偶像，不要过度窥探他们的私生活。最后，我们需要对这次活动提出一些适当的意见和建议。作为普通观众或者娱乐新闻记者，我们可以欣赏明星们热爱生活、爱好广泛，但同时，我们也应该注意隐私的重要性。明星在日常生活中也应加强个人信息的保护。维护名人的隐私不仅是保护他们自己的权利，更是铭刻和保护公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。总之，我们应该理性对待杨紫现场观看 MLB 全明星赛的情况。名人也是普通人，他们有爱好、有追求，也有尊重隐私的权利。我们必须考虑和尊重每个人的生活方式，保护每个人的隐私权。杨紫星期六你好高情商回复：老了真好。近日，在综艺节目《你好星期六》中，青年演员杨紫在接受采访时被问及变老的问题。与很多人对变老感到焦虑和恐慌相比，杨紫给出了非常肯定的答案。她直言年纪大了就好，说30岁就有30岁的魅力。她还自信地说，虽然自己现在已经30岁了，但心态却像18岁一样年轻。这种积极自信的态度赢得了很多网友的认可和喜爱。很多网友表示非常喜欢杨紫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，他们认为自信是最重要的，没有年龄焦虑。这些网友也纷纷表达了对杨紫的钦佩，认为她真是自信又从容，非常通透又清醒。有人指出，《与自己和解》一书中的一段话非常符合这种积极性，他们把它送给任何感到焦虑的女孩。这段话的意思是，我们不应该在50岁时后悔30岁的生活，也不应该在30岁时后悔17岁的爱情。我们不能以现在的高度来评判那些幼稚的时刻，因为如果我们回到过去，假以时日，我们依然会做出同样的选择。这段话告诉我们，我们不能否认自己过去的选择，因为那是我们当时做出的最好的决定。接受曾经天真的自己，并有勇气继续前行。杨紫的积极态度和这段话都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：女性感知世界的方式不需要用年龄数字来定义。时间无法逆转，但我们可以通过自己的经历和经历来重建我们的认知系统。当我们的认知系统被重组并变得平静和满足时，年龄将不再束缚我们。这段话让我质疑人们对过去选择的态度。为什么我们总是倾向于在晚年的巅峰时期来评判自己？为什么我们总是对之前的决定表示遗憾或不满？也许是因为我们无法预测未来，所以未来的自己是否会后悔现在所做的选择？也许是因为我们希望自己能够更加完美，而现在的自己总是不够好。又或许是因为当我们遇到真正的困难时，我们往往会把责任推卸给过去的自己，因为这样可以减轻我们的负担。但我们也要看到，每个人在不同的阶段都会有不同的资质和见解。我们无法预测未来的发展和变化，也无法改变过去已经发生的事实。你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过去的自己，不要从现在的角度去评判当时的决定和行动。这种意识和心态正是杨紫所表现出来的。她不受年龄的限制，相信时间的流逝不是束缚，而是经验的积累。通过接受过去的自己，她找到了自信和平静。她相信，只有接受过去的自己，才有勇气继续前进。所以，让我们放下对过去的一切遗憾和不满吧。让我们坦然接受过去，以勇气和信心迎接未来的挑战。让我们像杨紫一样，通过经历和经历来重构自己的认知，让年龄不再是束缚我们的锁链。
最后想问大家，你会选择用晚年的高度来评判自己吗？你愿意接受过去的自己吗？你认为年龄应该是束缚还是解放？让我们一起思考，一起探索，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答案。02连续9天排名第一，肖战新剧又踏上国产剧之路。说到仙侠剧，就不得不提仙侠剧的鼻祖《仙剑奇侠传》。自此之后，仙侠剧一直很受观众的喜爱。2015年花千骨掀起仙侠剧热潮，像冰霜等无一例外都登上了电视荧幕。然而，近年来的童话剧故事陈词滥调，情节矛盾，特效不佳，令人失望。直到去年《苍兰诀》的热播，观众对于仙侠剧的热情才被重新点燃。但今年播出的《长月于禁》和《护心》虽然吸引了很多关注，但却几乎没有什么意义，甚至有观众对今年的童话剧不抱任何期待。从剧本到演员，再到特效、配乐、剪辑，都没有遗漏。作为观众，我感到受到尊重。肖战今年首部古部剧《玉骨妖》开播首周状况如何？会像上个月的《梦海》一样受欢迎吗？在《玉骨妖》开播首周之际，肖战2023年首部国民布偶剧反映剧中人物热度的指数 V 榜剧中人物新媒体指数已登顶，自7月2日开播首日起第9次破9，收视率高达100%，登顶率也高达100%。与此同时，《玉骨妖》灯塔的人气连续1周达到顶峰。我必须告诉你这一点。虽然《玉骨妖2号》就播出了，但是播出时间已经是晚上了。所以灯塔的数据显示，主角是从第3位开始的，但这依然不影响肖战玉骨妖的实力，一上来就开始做鬼脸。主演肖战开播首日就登顶剧目新媒体人物指数榜首，我不需要单独多说这一点。同时，猫眼热度连续1周位居全网第一，在猫眼剧集榜首，请注意，这是连续1周，而玉骨妖才开播1周左右，所以有这样的数据，想必各位伙伴也都在关注。肖战和他的剧目前已经可以在圈内露脸了。作为他今年的第1部木偶剧，他就能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，肖战已经相当出圈了。肖战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年轻演员和歌手，他在娱乐圈备受关注。然而，他的成功并不是来自于天赋，而是来自于他的不懈努力和坚持。肖战他很早就开始接触音乐和演戏，但并不是一帆风顺。他曾经选秀失败，经纪公司也多次破产，但他从未放弃，一直孜孜不倦地工作。最终，肖战的努力得到了回报。他在《陈情令》中饰演为无限一角，取得了巨大的成功。他的歌曲红遍大江南北，成为年轻人中的流量领军人物。除了自己的努力之外，肖战还积极参与慈善事业，他捐款支持了很多公益活动，并组织了爱心义卖活动，帮助了很多需要帮助的人。肖战的成功和努力无疑是每个年轻人都应该学习的榜样。我们应该像肖战一样，坚持自己的梦想，不断努力追求自己的目标，同时关注身边的人和社会，用实际行动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。希望肖战未来的演艺事业越来越成功，同时也希望更多像他一样的人用自己的努力为社会做出贡献。玉骨妖剧情越来越残酷，任敏颜值演技飙升，与肖战的虐恋太精彩。暑期童话剧《玉骨妖》自开播以来，暑期档瞬间被点燃，剧集数据不断刷新，几乎成为每天播放量最高的剧集。任敏在剧中饰演活泼、聪明、可爱的朱颜公主。前半部分她是男主的徒弟，后半部分她将与男主来一场你死我活的虐恋。不过前几集任敏的出场确实给观众带来了震撼，以至于女主角出场的话题一度冲上了热搜。女主角的颜值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太过出圈，影响了玉骨妖的观看体验，甚至说服了很多路人观众。目前玉骨妖已经播到一半了，很多观看的观众不禁发现女主角看起来越来越顺眼了，甚至在男女主角的带领下，都对剧中的虐恋情有充分的感同身受。说实话，无论是任敏的演技和颜值，还是玉骨越来越高能的剧情，这部剧确实有更好。任敏颜值飙升，迷人聪明，人物形象鲜明。剧中任敏饰演的朱颜公主形象前期确实不好，其刘海看上去又短又圆，五官十分的钝。
芭蕾舞裙般的纱裙横向缩短了她的身材比例，让她看起来又大又圆，没有了少女的轻盈感。不过，这些造型上的短板在目前的剧情中都得到了纠正，妆容上凸显了女主角水汪汪的大眼睛，看起来可爱又迷人。服装中抛弃了蓬松的纱裙，选择了一件利落的长袍，除了女主角的腰部以外，其他都足够好了。而剧中的这些变化也伴随着朱颜这个角色的成长弧线。朱颜公主本人在剧中被塑造成一个像太阳一样明亮的女孩，她善良、上进、善解人意，所以她永远不会忘记石英小时候对她的恩惠。前期朱颜第一次去九嶷山学艺的时候，因为前妻对石英反感，所以对石英十分敌视。学习期间的人物设计很不讨喜，对不懂的东西首先提出质疑和不满，显得很无知，还被别人嘲笑。那时候的朱颜无论是演技还是颜值都不讨喜，但在石英的悉心教导下，她逐渐认识到了自己的不足，开始专心学习，心无旁骛地学习新事物，受到石英的赞赏。从那个阶段开始，石英就从崇拜中慢慢地向她敞开了心扉。